弘一法師的3句話如醍醐灌頂，我初見之時便恨不得將它們全背下來。其一，凡是你想控制的，其實都控制了你。當你什麼都不要的時候，天地都是你的。大道至簡，無欲則剛，無為則無所不為。這句話一針見血地道出了大多數人不快樂的根源，執着於控制。你瞧，多少人妄圖掌控生活中的方方面面，最終卻疲憊不堪。我往昔亦是如此，事事都要親力親為，非得按照自己的想法來，結果卻被這股控制欲緊緊束縛，活得如同機械般刻板。我們這一生想要獲取的東西實在太多，房子、車子、金錢、地位，還有感情。然而，你越是渴望掌控它們，到最後往往越是被它們掌控。就好比你一門心思只想賺更多的錢，每日滿腦子都是賺錢的念頭，結果便被金錢所左右，生活節奏緊張到連周末都不得休息，孩子生病也無法陪伴在側。當我將這句話反覆誦讀幾遍後，再遇到事情時，便會思索自己是否過於執着於控制。一旦想通此結，反而能夠放下，內心也隨之輕鬆許多。如今我不再執着於諸多事物，是我的自會到來，不是我的強求，也無濟於事。其二，你所有的壓力都是因為你太想要了，你所有的痛苦都是因為你太較真了。有些事不能盡如人意，就是在提醒你該拐彎了。此語說破了人痛苦的根源。我曾經是個極為較真的人，凡事都要爭出個輸贏，別人說錯了就一定要糾正過來。可這般行事的結果如何呢？不僅把自己弄得身心俱疲，還傷害了彼此的感情，以至於旁人見了我都避之不及。後來我把弘一法師的這句話抄在本子上，那段時間每天都會讀上一遍。慢慢的，我逐漸明白，許多事情不必太過較真，該放手時就得放手，該讓步時就得讓步。就如同開車遇到紅燈，不能強行衝過去，而應停下來耐心等待。於是我開始學着調整心態，不再把得失看得過重，遇到不如意之事便思索是否該轉換個方向。如此一來，壓力變小了，心情也變得愉悅起來。當我不再那般較真時，真切地感受到生活一下子變得輕鬆愜意，這實在是一種奇妙的體驗。其三，不要和過去過不去，因為它已經過去；不要和現實過不去，因為你還要過下去。來者要惜，去者要忘。一念花開，一念花落，不抱怨，心中無嗔，便是淨土。這句話不知點醒了多少執迷不悟之人。的確，過去的事情已然過去，再糾結也毫無意義。我以前常常會因為過去的失誤而懊悔不已，也會因現實的不如意而抱怨連連，總覺得當時要是那樣做就好了。然而想得越多，內心越是痛苦。現在我將這句話銘記於心，每當回憶起過去那些不開心的事，就會告訴自己，過去的已然過去，要向前看。面對現實中的不如意，也不再抱怨。正如泰戈爾所說，當你為錯過太陽而哭泣的時候，你也要錯過群星了。所以每當我想要抱怨時，就會輕聲默念弘一法師的這句話，內心瞬間便能平靜下來。我開始學會接納現實，珍惜當下。過去的遺憾固然令人惋惜，但前方還有更多值得珍惜的事物，又為何不將過去釋懷呢？我初次讀到弘一法師的這3句話時，便深陷其中，恨不得立刻將它們背下來。後來誦讀的次數多了，自然而然便全都記住了。這些話語早已融入我的內心，成為我心智的一部分。每當遇到問題，它們便會不自覺地浮現腦海，助我應對各種煩惱與焦慮。倘若你此刻也正身處焦慮之中，或被各類煩惱所困擾，
推薦大家去我的櫥窗讀一讀《人生沒什麼不可放下》這本書，它猶如一座智慧的寶庫，凝聚了弘一法師一生的智慧精華。書中通過深入淺出的闡述與諸多生動事例，引領我們深刻認識執念的束縛以及放下的真諦。在人生的旅途中，我們常常背負着過多的包袱，而這本書就像一位睿智的引路人，教會我們如何懂得放下，讓我們從執念的枷鎖中解脫出來，重新煥發生命的生機與活力，以更加從容豁達的心態去擁抱生活，感受生命的美好。好，今天的內容就分享到這裡，點讚關注逸軒，我們下期見。